迎大家再度回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是6月26号，那我现在人是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这是我生完小孩、坐完月子以后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门。那这一集影片呢，就是带大家看一下，在经过了12天以色列与伊朗战争，然后终于停火第2天耶路撒冷的样子。好，那这边呢是耶路撒冷的雅法路。这3个月刚好轻轨正在整修，所以呢这条路跟平常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等到大家来的时候，这里就修好了。那这是市中心，在这里呢周4周5都有跳蚤市场，也不算都是卖二手货啦，有一些也是珠宝类啊、手工艺的东西，但是主要还是二手的东西，像是这里有很多的盘子啊，一些装饰品这样子。然后那边有二手的衣服。那这里是周4周5固定都会有，即便说停火是2天前才开始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也是很快的就恢复所谓的正常生活。不知道大家心里的状态是怎么样啦，但是在表现上，就算是在战争中，大家也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啊，超市啊，看医生啊，只是不能够工作，因为那是政府的规定嘛。那现在可以工作，可以上学，那大家就是至少在外面行为上面是恢复正常。所以呢，商店这些就是艺人商店里面就是卖一些糖果啊、小玩具，然后这是包头巾的店。有人问我说怎么看阿拉伯人跟犹太人的不同？我会说包头巾的方式不同，但是也很难去细细的解释。然后这里有卖鞋子的店，然后路上的人就跟平常没有战争的时候差不多啦。包包、帽子，大部分都是中国进口的。然后布的店，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犹太人，他们会买布，然后给家里好几个小孩都，可能是比较便宜吧。然后那边卖汤，卖袜子，卖一些，这是什么店？也是袜子吗？和裤子。然后这里有珠宝店，这是做头发的店，这是杂货店。你看这里都是只有2层楼的房子，越来越多在市中心有这样子的高楼大厦。所以有一天大家来的时候啊，我相信这样子的画面你就看不到了，只有2层楼或者是4层楼的房子。最近这几年啦，我觉得耶路撒冷的市容有蛮大的改变。我第一次来以色列是2012年，那已经13年了嘛。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当然不是现在这样子，真的是蛮多变化。你看这里也要盖一个新的车站，就是可以直通特拉维夫的火车，超酷的哈。你看更多的布的店。然后耶路撒冷的衣服啦，通常你能买到的都是比较保守的，像这样。然后刚刚我后面不是有一个军人，他背着枪，然后头上有戴一个犹太的小帽，就代表他是宗教犹太人。宗教犹太人分2种，一个是不当兵的那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然后另外一种是会当兵的，就像他那种。好，那这就是雅法路跟那个 King George 乔治王路的交叉口。那这一栋这个面包店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建筑物啊，在2002年的时候有一次的爆炸，是自杀炸弹客的爆炸，然后就死了很多人。好，绿灯了。
那边有一个人常常都会在那边表演那个吉他。然后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在前面垃圾桶旁边这个板子，就是在这里就有写，就是2001年8月9号发生的这个炸弹。那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发生的时间是从2000年到2005年，它的背景就是因为第一次大起义后就开始有一些和平进程，但是它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有很多的议题，核心的议题像是巴勒斯坦人想要回归啊，或者是耶路撒冷要怎么样分配啊，所以等一下我先给大家看前面的风景。这里就是10月7号人质的这些海报，然后给大家看风景，然后我继续讲。因为第一次大起义之后的和平进程，它不是很顺利，有很多的问题它没有解决，可能一开始也无法解决了，像耶路撒冷要怎么分配，所以呢，巴勒斯坦人心里就有很多的不满。那2000年的时候，又有一个人叫做 Ariel Sharon， 他那个时候是反对党的领袖，然后也是国会议员。那反正他就跟以色列的军方的警察呀，就一起去上圣殿山。那之前有一个影片，就是我跟妈妈上圣殿山，跟大家解释这个地方有多么的敏感，然后犹太人不可能在穆斯林的眼皮底下偷偷摸摸的盖第三圣殿。影片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这个动作呢，就引起了穆斯林巴勒斯坦人的不满，所以呢，就从2000年开始就爆发了第二次大起义。那第二次大起义非常的暴力，有刚刚你们看到就是以前它是个披萨店，不是面包店，有自杀炸弹的攻击，然后也有在巴士上很多的炸弹的攻击。那段时间很多家长都是不敢送小孩到学校去的。好，我刚刚就是这样走过来，就是这样直走的路，然后这里也是在修。如果你们看之前影片的话，在普尔节这里做得很可爱。那现在就是反正也没有其他节日吧，所以它就是先封起来，不知道要修什么东西。不过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可能它也修好了。那这个广场呢，叫做西安广场。然后咖啡店又是 Aroma， 怎么到处都是 Aroma？那所以，我2012年来的时候，离第二次大起义也就才5、6、7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其实物价也没有多便宜啦，但是现在当然是比较贵。不过现在的贵是全世界都贵。那我自己是觉得以色列是一个很真实的国家，因为它的生存的这个挑战是一直都存在的。我是没有办法去想，2012年的我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说，过了几年后，然后我会跟以色列人一起经历战争，完全想不到。但是我记录一下目前的心情，我觉得我算是见证以色列人他们的韧性。你看，才停火2天，然后大家就已经正常，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正常的生活啊什么的。不过以色列其实也还没有结束跟哈马斯的战争。我不知道需不需要去回应，就是网友对以色列的这些指控，说以色列不是也去炸加萨的医院吗？那我需要强调的就是，其实我从2023年10月7号就开始做相关的政治影片嘛，生活的影片。你看，军人又经过了。对了，这个咖啡店啊，也是在第二次大起义的时候也是被炸。你看现在不少人就坐在路上吃饭、喝咖啡，就是好像回到了日常生活这样。那所以有些东西是，如果你没有去看历史的话，你可能就会不知道，那可能就会很快的，因为媒体的关系去做一个判断，
因为看到以色列人喝咖啡、吃披萨、吃 pasta， 然后就觉得说他们是过得比较好的，他们是强势的，他们是不需要去被帮助的，他们是没有委屈的。然后看到加萨那边传出来的影片，大家没有东西吃，所以他们比较可怜，所以就是正义的，就会有这种错误的选边站。那加萨他也有中产阶级，他也有哈马斯的领袖，然后把国际要给他们的这些救助金都藏在他们的私囊里面。哈马斯他的领袖他们都是 billionaires， 都是亿万富翁，住在卡达，比会看我影片的人都有钱。那他们为什么可以有钱？是因为他们是恐怖组织的头啊，他们拿了别人的钱啊。那这些罪犯，他们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这个建设，对我来讲是蛮新奇的，居然现在长这个样子。然后这边呢，有时候会有那个水，但好像很久没有水了。以前有水，现在应该是没水了。然后这以前是一个杂货店，现在是卖小孩衣服的，就知道有市场。然后哇，都在修欸。前面就是市政府，你看这么重要的地方，它的市容还是这么的朴素。那我就继续讲，哈马斯藏了这些钱，没有给他的人民，然后也没有给他人民盖防空洞，他盖了比纽约地铁还要更复杂的地下隧道，去藏他的武器。然后这些隧道的入口，他把它藏在幼稚园的门口，或者是民宅的门口，或者是医院底下。哈马斯躲在人民后面，然后利用人民的苦难得到全世界的同情。那这就是一个谎言，大家就不需要去好像为哈马斯说话。他并不是一个常规军，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他是一个连自己的人民他都可以去杀害，可以完全不管，可以去牺牲的一个恐怖组织。那只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得到这个政权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他会这样子做嘛。哇，这里都在修理，都是盖起来的，以前不是这样。所以没有人可以把哈马斯跟以色列的 IDF 做一个比较啊，因为完全它的标准是不一样。哈马斯他来到以色列，10月7号他杀了1200多个人，他也不管你是犹太人、外国人、穆斯林、泰国人、尼泊尔人，他全部都杀害啊。然后也把那个杀害的尸体绑架到加萨去，然后拿尸体来跟以色列做谈判。我就不觉得哈马斯他会去想要就是去救他自己的被关在以色列监牢里面的人，他根本不在乎他的人啊，他只是不断的在利用他自己的人，然后还有就是国际的同情来达到他的恐怖主义。那因为它是一场战争，网友就会说，可是也有人死掉。我一直在强调2点，一个是我们都知道有人死掉，因为它是战争，它不会没有平民死掉。但是第2点是，这个数字很多都是被哈马斯自己放大，目的就是要你去相信他的谎言。你看，一路上我们看到多少穆斯林走在街上，在以色列，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就是攻击。反过来说，如果犹太人走在加萨，我不知道他能够走几秒钟，然后就被攻击。那一个国家，它从10月7号受到这样子的攻击，其实也不能只算10月7号，也要从之前这种大大小小的冲突都要算。它一定是会需要去做一些反应。那我刚刚只给大家看了2个咖啡厅嘛，就在雅法路上。这些罪犯就是在以色列的监牢里面。然后发生什么事呢？大家记得今年1月的时候不是有停火吗？那以色列他就用好像10几个罪犯去交换1个以色列人质，然后总共好像是换回来20几个以色列人质。那这些以色列交换出去的罪犯呢，就包含了炸那个第2间咖啡厅的罪犯。奇怪哈，以色列它是
他的平民被抓到加沙去当人质，他这些平民他没有去炸别人的咖啡厅，可是就因为要救这些平民回来，然后以色列需要去释放这些罪犯，而且也不是1-1，所以这就是一个两难啦。对以色列人来讲，他当然希望他的人可以活着回来，因为活着的人生命最宝贵嘛。可是公义在哪里？这些罪犯他们杀了这么多人，他们应该一辈子，不止一辈子，如果有好几辈子的话，都应该在监牢里面，不能够便宜他们啊。所以你为了去交换回来以色列人质，然后去同意这样子的协议，这不合理啊。所以就是很困难。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太希望有停火，太希望有和平，所以最后还是同意。那当然那一次的和平，停火没有维持很久，我记得好像不到1个月吧，那个时候，然后又重新开始就是打仗了。那我记录一下我的心情，就是整体来说，现在停火对我个人，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停火。我觉得可能我跟大部分不是以色列人的一样，就是我知道伊朗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可是每一天跑防空洞，但有人家里面就有防空洞，他们就不会觉得累。然后小孩不用上学，不是不用上学，小孩不行上学，然后先生不用上班。虽然可能有些人的职业就是会没有收入，但有些人的职业是没差。那就是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啦，因为辛苦的程度不一样，付的代价也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在已经很紧绷的情况下，过了这么多天，突然之间停火，然后可以好好睡觉了，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和平很令人珍惜，然后也会希望就可以继续的维持和平下去。即便说我的理智上知道说伊朗这个问题，它必须是好好的去处理，不然以色列之后还是会有一模一样的问题再度出现。那以色列军方是说至少好几年不会有伊朗问题，但是好几年也没有几年啊，感觉好像很快又要再来面对伊朗问题。然后另一方面也是不知道说停火会停多久，但最起码这2天是好好睡觉了。好啦，那前面是耶路撒冷的旧城，这里是新城，这个是以色列的市政府。那打仗的那几天，市政府的网站全部都是把活动取消。那政府一说可以开始上课、上班的时候，活动又回来了，有些就是延期。给大家看一下哦，那边有一个 I love Jerusalem 的意思，耶路撒冷。大家来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拍照。然后这里有一些历史啦，就是在讲1948年的建国战争。因为以色列打输了约旦那个时候因为是英国人训练的，所以是比以色列的地下军，就是那时候叫哈嘎纳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约旦他的军队还更厉害，所以以色列就打输了，然后旧城就在约旦的手里，一直到1967年这样子。那所以这里你也会看到它的建筑物也有弹孔。那我记录一下我的心情。这2天停火完了，然后大家就是很自然的在路上走嘛，我们就碰到邻居，然后就好开心哦，就好像看到家人那样子，就是说好高兴，不是在防空洞里面看到你，是在路上看到你。然后邻居因为有感情嘛，因为你跑了防空洞那么多次，看到彼此脸那么多次，然后邻居也就是很友善啊，然后也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喝茶呀，不是喝茶，喝咖啡，喝茶好像是犯错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以色列人一同站立，在这段时间，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更完整的情况，然后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受到他们所感受的。那我的朋友刚刚有讲说，他们的防空洞啊，有他这种外国人基督徒，有当地宗教犹太人，也有穆斯林，因为他住的地方是希伯来大学那边有很多的，等一下好大声。
希伯来大学那边有很多的穆斯林，希伯来大学里面也有很多的穆斯林学生，所以我就觉得哇，它的防空洞很热闹，很国际化，然后是一般主流媒体不会讲的。那我也是希望我的频道可以更多的去呈现主流媒体不会去讲的以色列。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虽然说现在挺火的，可能关注度不会那么高，但是还是欢迎大家继续的追踪这个频道哦。那就这样子啦，大家拜拜。